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陈金辉委员、唐湘龙先生。好，很奇怪，今天早上我在主持广播还讲这个新闻哈，说美国一个船到古巴的领海，然后呢，居然就跟古巴的这个海域的这些防卫队发生冲突，哦，然后呢打死了这个古巴打死了4个人，然后6个人受伤，哦，那下午的新闻说那个船上都是军火。奇怪哦，而且发生这样的事情哦，4个美国公民被打死，政府应该大张旗鼓挞伐古巴，没有，政府好像到现在为止还很沉默，议员有在骂，但行政官员好像目前没讲话，到底怎么回事？哦，这个船到底怎样？现在有46伤了哦。古巴驻美国大使馆说，我们重申我们捍卫领海的决心，就美国你来侵入我们的领海哦，那是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因为实际上呢，因为佛罗里达下面一点就是古巴，佛罗里达有非常多从古巴跑去的，不管是难民也好，不管是以前抗卡斯楚共产政权也好，非常多。他说佛罗里达他们反共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哈。那古巴说美国是要进行恐怖主义渗透，说你派进来的人都是在古巴里面要渗透我们，要在我们那边搞革命，在我们搞反动啊。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否认，说但是我们会独立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要调查啊！美国副总统范斯说，希望事情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严重哦。到底担心什么？那另外呢，美国议员当然火大了有议员就说呢，应该把古巴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把他这个政权古巴现在国内很惨，因为美国禁止它的石油输入，所以古巴现在一塌糊涂，没有石油，这个国家很惨的。不管车子，本来古巴里面就没有什么新车，都是那种旧车，把它改装的漂漂亮亮。我们有人到古巴去玩了，照相回来，哇，每个车都搞得古色古香，那根本没有新车被禁运。那现在油可能也没有了哦，能源也没有了哈。那但是呢，因为太严重了，所以美国今天说放宽委内瑞拉石油到古巴的禁令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昨天发表国情咨文，有史以来最长的，讲了快2个小时。他说为什么要打伊朗？伊朗正在打造攻击美国的飞弹，结果伊朗说川普是职业骗子。伊朗外交部说川普撒下弥天大谎，我们哪有要打美国？我们哪有这非得要打美国？没有，我们防以色列啊，没有打美国反正一般总统讲话都很谨言慎行，要很谨慎，那个避免引起国际纷争。川普是不管这一套的想到什么讲什么没有的事也都讲得很夸大。那卢比欧简报伊朗局势。说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军力是这个伊朗上次战争以后的最高那但是美国现在不想说直接打伊朗，因为讲了半天，本来说周末要打，不打呢，说叫以色列先打，以色列打以后呢，伊朗一定会报复美国，找到理由再去打说美国现在担心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呢，美国的军火不够，如果去打了伊朗，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大陆有可能趁机打台湾。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呢，说美国如果采取太激进的手段，美军伤亡会比较严重，而且美军在中东有很多的这个基地等等，可能会被打。所以这2个理由，所以要以色列先打吧。那伊朗现在拍美国马屁，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浓缩铀现在已经可以浓缩到60%了，武器级我们可以把它降到20%，不要浓缩那么高。第二个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川普爱钱，我们准备了一个商业大礼包。让你川普可以投资我们伊朗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这些设备，让你赚钱我们看一下。So this morning, we were made aware by Cuban authorities of an incident off the coast of Cuba. We immediately began to look into it.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定调这是海上事件，还没有用冲突来形容。这是指25号有一艘注册美国佛州的快艇闯入古巴领海，跟古巴的部队爆发激烈交火，船上4人遭到击毙，另外6人受伤。古巴媒体还报道，船上搜出大量的军火，定调这是渗透恐攻目的。Se ocuparon fusiles de asalto, armas cortas, artefactos explosivos de construcción artesanal.cócteles Molotov, chalecos antibalas, mirillas telescópicas y uniformes de camuflaje. 古巴还表示，船上死伤的10人都是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还在古巴境内逮捕了另外1名内应，只是美国派他到古巴执行接应渗透任务，美国否认参与。We are going to verify that information independently and reach our own conclusions. So this was not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There was no U.S. government. No. Them certainly
a situation that we're monitoring. Hopefully, it's not as bad as we fear it could be, but can't say more because I just don't know more. 时值美国海上封锁古巴石油格外敏感，美国国务卿、副总统都出来回应，口径很一致，先调查再说，就怕事态迅速升高，变成古巴危机。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f they try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weapon, that causes problems for us. And in fact, we've seen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tried to do exactly that.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警告，伊朗正在努力发展弹道飞弹，恐怕将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This is an unsustainable threat. As we speak, they possess thousands of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can reach U.S. bases located in the region, in Saudi Arabia, in Qatar, in Bahrai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It's a threat that exists already.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已经抵达瑞士日内瓦，准备好跟美国进行第3轮间接谈判。 I think a fair, balanced, and equitable deal is achievable, and we can do it. 面对美方软硬兼施，伊朗总统保持乐观，表示对谈判的前景抱持良好的态度，甚至传出伊朗副外长准备好考虑做出妥协。 Potentially, Iran could export part of that. They could dilute another part of that as part of this compromise. This Thursday will decide everything, a war or a deal. 伊朗态度似乎有些放软迹象，美国会不会解除经济制裁，还有军事行动，就看伊朗的让步幅度，华府买不买单。好，那么世源说，这个礼拜四要决定到底是战争还是协议哈。来，向龙。 对古巴来讲，古巴一直是美国门罗主义的到底有没有效的一个关键的试验点。那美国从古巴飞弹危机之前就开始对古巴进行全面的封锁跟打压，到现在呢，已经60、70年的时间，古巴没有一天不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所以刚刚的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去过古巴的人就知道，古巴没有新车。 古巴的所有的车，你到古巴，你看到它的建筑物，看到它路上跑的车，你都会觉得极端的复古。许多人喜欢中古车的就去古巴看，全都是，而且都是好几十年的。你看到最老的凯迪拉克，最老的车，那种的复古的车款满马路跑，他们努力的维持那样子的一种的生活形态。你知道美国对于距离它这么近的古巴呢，佛罗里达就在前面而已。你看。 光是佛罗里达，光是迈阿密，佛罗里达的选票，古巴人选票可以养出一个今天的国务卿 Rubio 在那地方稳稳的当选，因为呢那个地方所有在美国的古巴人基本上面呢都是反古巴的。 打棒球的，要不然呢就是呢当美国呢渗透了古巴的工具。这个事件当然呢很特别。那古巴呢当然很担心呢，这是一个假旗事件，就是呢故意呢制造一个矛盾呢，要来栽赃的古巴呢要对呢古巴动手，因为它的形式上面非常类似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当时甘乃迪时代的猪猡湾事件。猪猡湾事件就是美国。 呢，利用了很多流亡呢，在美国，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的这些呢古巴人，把他们送回到古巴岛上面，想要去呢推翻了卡斯楚政权，失败。因此呢，这艘艇上面来讲呢，这10个人，那些的军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说呢，某些呢美国的古巴的极右翼，在这个时候呢，觉得反正全世界一团乱，这个时候呢有机可乘，不知道。 但是在此刻呢，造成美国跟古巴之间的矛盾呢，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基本上没有处理古巴的迫切性，尤其到今天为止，美国跟古巴呢仍然是有外交关系的，双方都还有大使馆。你会觉得这种事情很莫名其妙。美国长时间呢就是想要去推翻了卡斯楚政权，可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你就看呢 ，Rubio 呢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至于伊朗。 我觉得美国呢，现在呢是把自己呢卡在半空中，进退失据。因为现在对伊朗的问题，美国呢现在没有办法呢确定伊朗不可能像是委内瑞拉一样，除非他能够很有效的，同样呢像是对委内瑞拉的那种的斩首的行动，瞬间呢就把呢伊朗的就指挥中枢呢给拆了。
可是伊朗太大了，尤其伊朗的导弹呢，如果真的发作的时候，不只是以色列，包括呢美国呢在中东呢所部署的船舰都会呢有风险。再加上呢，因为川普3月底川普呢是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如果他对伊朗动手，而这个动手失控了之后呢，对川普接下去有关于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眼前呢会影响川普跟中国的关系的，而如果中国的关系呢处理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川普今年底的选举的计划。就2件事，一个呢就是对伊朗的行动，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到底怎么去处理台湾的军售问题。这个美国真的对古巴我们先讲古巴，他曾经想把卡斯楚干掉，CIA 暗杀他10几次都没有干掉，所以卡斯楚说我是9命怪猫，连牙医都动用了。卡斯楚装甲的时候，在假牙里面可以装毒药，想把卡斯楚毒死都没毒死所以这真的是这个9命怪猫。好了，这个洪慧怎么看？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古董车，我还是要奉劝你，绝对不能去古巴，因为现在古巴真的非常非常可怕。它的可怕不是只有说它没有什么能源、没有油，它是长期的缺电，就是因为没有能源，它的一天缺电可以超过20个小时，所以你怎么可能到那个地方？要食物没有食物，要药品没有药品，非常非常惨的一个国家。所以当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实施这个斩首行动之后，那大家一般就预测下一个川普的目标，包含格陵兰、包含古巴、包含伊朗，都是他下一个目标。那在古巴的部分，川普说不用我动手，反正这个国家已经快要完蛋了我刚讲完蛋，就是因为他现在经济的危机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当然，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非常不单纯就如同刚才讲的，为什么他们的行政部门默会如神也不敢去直接的去抨击古巴？那当然，这个中间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因为现在有的说法是，连古巴人都很反古巴政府。你今天想想看，人民到了这样生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像之前的伊朗。大家会有大规模的抗议。那至于伊朗现在呢，会不会也变成歹戏拖棚？因为看起来不管是船舰也好啊，整个那个行动也好啊，那个战机看起来都派到中东地区，伊朗好像战火一触即发。但是这2天有一个这个消息，也就是说，美国他们自己本身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川普非常想动手，他非常想对伊朗动手。可是，这是过去在去年对伊朗动手，大家记得那个战斧行动那后来他们的参谋长认为说，这个时候去对伊朗动手也有很大的风险。第一个，大家讲飞弹严重不足因为他们不管是给援助乌克兰也好，或者在去年已经用了很多，已经在伊朗了所以第一个飞弹严重不足。第二个很重要，盟国根本不支持。因为伊朗附近的国家有非常多的美国的基地，但是他们都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用我的基地来攻击伊朗。所以盟国根本不支持。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对伊朗动手的话，风险很大。所以现在继续的谈判，今天要继续在谈呢。那我们不晓得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显然川普还是不满意嘛，因为而且伊朗不让步他说你不能完全的把。我们不能够去发展这个相关的什么浓缩铀等等那所以在中东地区会不会变成川普另外一个歹戏拖棚的地方不知道。但他在国旗咨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次大家特别讲国旗咨文很奇怪他对中国提的很少，他过去都骂中国什么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这次没有，他这次针对伊朗讲了很多话，但是有的时候你话讲的很多，代表你会不会一定行动，那还不一定，好吧？但大家就很担心了。路透社说，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提高石油产量，防止美国打伊朗。到时候呢，万一把荷姆兹海峡什么都控制了，很麻烦的那另外呢，专家也说如果美伊开战的话，金价2个礼拜内就飙30%，再往上走。现在已经涨很多了，现在还要再涨。休息一下再回来。德国总理梅尔茨很高，我刚查了一下，198公分。你看大陆的这些官员跟他比习近平也很高的，习近平也只到半个头这里。
第一天就签了5项协议，要强化双边对话合作，这都是川普逼剧的了啊！因为现在觉得川普搞了这个跟流氓黑道一样，没办法了啊。那所以拉欧洲来反制美国、中国的策略，习近平说中德应该带头捍卫自由贸易啊，而且说双方应该把竞争合作的关系把握好啊。那另外呢，跟习近平见面以后，德国总理就说，空中巴士可能会得到大陆120架商用飞机的大订单，因为空中巴士啊，就是德国啦、法国他们这些合作的啊。那另外呢，习近平也说，中德应该捍卫自由贸易。那另外呢，德国总理带着半个商界去访问中国，所有大的汽车厂啊、大的这个制造商都跟着这个总理去了。你看多高，好，比习近平还高半个头，好，习近平已经很高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媒体说，德国的企业布局从传统产业已经到了人工智慧、生物科技哦等等这些这个领域上面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台湾怎么样？这个德国总理说他们是维持一中政策，但什么叫一中？德国自己来决定啊，就不是由这个台湾，也不是由中国大陆来决定哈。那这是总理率史上最大的访华团，所以呢，他们现在要压住中国市场哦。那问题是台湾问题会怎样？德国在欧洲是蛮重要的，会怎样啊？那另外呢，川普这个黄仁勋说，2025年的时候，第一次川普跟黄仁勋去，就要黄仁勋好好投资美国，不要放在台湾，那跟台积电买什么？到美国来买。说因为呢，川普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谈到台湾，习近平呼吸沉重，就开始呼吸沉重表示什么？一种是气愤，一种是着急，一种它很重要，这是很重要哦。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哦，看起来习近平对台湾是很在意哦，所以你赶快哦，黄仁勋到美国来买，不要到台湾买，赶快转移焦点吧。我们看一下，世界越是变乱交织呢，中德两国也要加强战略沟通。德国总理默茨就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并率领30家重要德国企业前往北京。Sehr gut zusammengearbeitet. Wir haben seit Jahrzehnten eine gute bilaterale Beziehung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ch möchte daran gerne anknüpfen. 默茨表示，中德在多个议题上仍有分歧，尤其在俄乌战事上，但彼此愿意深化双边关系。中方已经同意采购120架空中巴士飞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德国总理默茨访华的德国经济代表团。德国高规格经贸代表团有宾士、B&W、西门子、艾迪达、拜耳、德国商业银行等30家企业。在与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时，德方提出一系列经济诉求，包括要求中国减少对本土制造业的补贴，让人民币升值，确保关键矿产等原材料持续出口。纽约时报分析，相比近期访问大陆的英国、加拿大领袖，默茨表态更直率具体。大陆科技巨头宇树科技新一代机器狗进化关节，可以应对河沟、雪地、丛林、碎石路等复杂环境。装上机械手臂，还能打网球，续航超过4小时。结束北京行程后，默茨前往杭州参访宇树科技。当前德国汽车工业正面临电动化和智慧化转型压力。机器人与自动化技术成为产业升级关键。来，金惠伟，我们看了刚刚那段影片，我们就发现欧洲现在很多国家它的共识都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们不会特别去亲一个强国或是亲一个领袖。我们看到德国或是欧洲其他国家，它就是在这么诡谲的国际情势之下，兢兢业业的求生啊，因为他们发现哇，美国只要有关税抛出来，好像就把一些代价转嫁到所谓原本的盟友身上，这一点他们是蛮反感的。但是他们也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短期内是不能脱钩的，尤其是在关键的原物料啊，或者是供应链等等的。那我觉得习近平他也很妙，他就把自己塑造包装成比较稳定的那一方，他反而在这样子的发言说，世界局势是2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所以中国、德国，我们要共同维护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那我觉得欧洲他们就把自己定调成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它叫 de-risking not decoupling， 就是他们是在去风险，可是不是脱钩。他们希望呢，他们
去到中国谈判的是公平而且受规范的合作，所以你看他们什么都谈啊，包括俄乌战争，可能看法不同，他们也谈；那供应链他们也谈，那他们也会讲到说，可能在汽车产业，他们受到中国很大的竞争。那在这个竞争状况下，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换取双方的互惠？好，所以。你看到欧洲现在被两边拉扯，一边是中国，一边是美国，所以他们寻找他们自主的避险方式。所以很简单，3句话，他们现在的路线就是安全，他们自己顾，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命脉压在别人的政治上。第二，经济也是自己顾，他不想让他们的产业被不对等的竞争关系而洗掉或是牺牲掉。第三，他们有认清了跟中国是不可能脱钩的，所以他们很多贸易的文件一再强调说，他要降低脆弱性。然后他要管理依赖，但是呢，他不会脱钩，而是在 de-risking。那我们回来看看台湾，何尝不是同一个逻辑？可能我们常常在经济面上自欺欺人，但是我去看了这几年的数据，台湾对中国大陆还有香港的出口占比，近年来或许有一些波动，但仍然很高嘛。现在大概是2025年看起来是27.7%。但是有些这个青鸟可能会说，没有，我们完全不用跟中国做生意，台湾还是可以很繁荣。我是觉得这不是很科学，不是很看数据，也不负责任。我觉得我们要学德国是他这样成熟的国家的治理逻辑，因为他觉得安全强化、经济避险、分散风险，但是对外的关系要务实，对内治理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用政治口号来取代风险控管。对大陆都要确认，就算少也将近1000亿美金了，赚了，就顺差将近1000亿美金，就现在2000亿美金了。蓝轩。对，我是觉得这个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去，他只是陆陆续续几个之一嘛，对不对？先前从去年底开始就是法国的马克宏，后来的话呢爱尔兰，然后接下来的卡尼，然后接下来英国几乎都去了，而且都是跟这个美国关系非常深厚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美国自己必须要负起责任来了哦，就说他自己做了很多事情，让这些呢他过去的传统的盟友必须要去跟中国打交道。第一个的话呢，去想办法弭平跟美国之间跟关税有关的话题，因此导致的一些贸易的失衡，他必须要去找一些分散风险的地方。第二个的话，他必须要去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要能够有一个筹码嘛，要有一个去杠杆化的地方。那谁是一个美国最在乎的，那就是中国嘛。所以你只要跟中国有往来，基本上你就可以跟美国好好谈判。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自己必须台湾更需要去思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事情，事实上是美国造成的。我们刚刚第一段在讲的时候，你看这个有关于古巴也好，有关于伊朗也好，我觉得一个是我有关于关税这个部分，让大家必须要去寻找第二个可能的一个出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形象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啦。大家曾几何时，你看过去台湾也是这样，什么来去台大去美国之类的啊，这个赵先生那个时候，问题是在说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你心向往之的地方，是一个民主大国，是一个所有的这个典范，所有的政治都要向美国看齐，然后呢，所有地方呢要去寻找机会，哇，这个美国是一个大梦土。那曾几何时，它还是吗？它不是了嘛？你说过去来说，你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个和平的倡议者。现在从委内瑞拉开始，你突然间觉得美国基本上它是一个军事侵略者。你说古巴这个事情，目前看来他们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话？因为以前他们一开始还说什么有人要去从古巴逃离到美国去了，回去要把他的家人给偷渡出来，好像是要去救他们。就后来不是一大堆武器。所以搞半天，你要不然就去走私，要不然就是武力颠覆嘛。所以事实上，这个部分看起来，似乎美国自己有很多的故事在这一件今天发生的事件当中，可能他自己的政府都被拖到这个里面去。所以看起来，你可能不仅是说要用从内部去瓦解古巴，你可不可以要采取任何的你可能不会承认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不用讲伊朗了，伊朗目前看起来不是前几天我看到那个。中东的特使威科夫还在讲说，连川普都觉得很纳闷，我都已经施压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不投降？为什么还不投降呢？他真的就是怎么办呢？都已经讲到这种份上了，然后呢，两大的这个航空母舰群都已经去了，然后呢，一些该去准备的也都准备了，然后呢，人家就是硬是给你撑到底嘛。那撑到底之后，然后呢，打不打？我觉得现在对美国来说，你打不打？如果你打的话，你就是侵略国，是吗？而且你打不打？你打了后，如果说有人伤亡的话，你今年的期中选举你还要选吗？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现在的状况它已经形同像是一个不管用经济的方式，用军事的方式，你是一个侵略国了。我觉得你对很多国家来说，你就是必须要去跟美国保持一段距离，你要寻找自己可能更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个关税，刚刚讲到说这个川普告诉黄仁勋说，人家一讲到台湾就呼吸很沉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纽约时报》这2天的这个独家新闻就讲到说，2023年说他们已经做了一份报告给所有矽谷的企业家，就告诉你说，台湾如果真的是万一啦这个对岸犯台的话呢，整个的晶片会呈现一个灾难，全世界的90%依赖先进晶片的几乎会完蛋，所以世界的经济末日就要到来了，所以。他们讲台湾很重要，所以他这个故事的后续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为什么川普不断的跟我们要搬晶片。但是你不觉得吗？当欧洲面对美国这样的关系就已经紧张到必须跟中国打交道了，我们是到了说他们认为台湾如果陷入困境，他们的晶片很危险，所以通通把我们的晶片要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还这样老神在，我们还这样随便认这个美国这个认他宰割，然后呢你要什么就双手奉上给你，还说这个我们是全球布局啦，这是我们要跟这个国际进军啦，你完全不会去思考你是不是需要重新去评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了，今天赖清前2天台商的这个交流会议的时候，特别好像话上面变得比较软一点点了。过去都讲中国，都讲敌对势力，都讲是互不隶属，现在突然之间讲中国大陆了。但是我就要问，只讲中国大陆有用吗？这是你唯一能够有的善意吗？当每个国家都用这种方式去跟中国打交道，而且都不排斥讲到一个中国，甚至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同意在某个状况底下，未来美中之间，我不晓得川普会说什么话，他会说反对台独吗？他会讲到主张和平统一吗？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说，任何都可以交易的状况底下，他除了把台湾的晶片搬走之外，台湾到底从美国拿到了什么好处？我们还这样子下去吗？讲到伊朗很有趣的了哈，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准备了4层领导人，4层，就是万一现在这个被干掉了啊，这个什么何梅尼被干掉了，下面已经有接班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再被干掉有接班已经准备了4层，所以你斩首也没用啊，那他们都要去跟阿拉站在阿拉旁边啊，享受天上的荣光啊，他不怕嘛，所以你怎么办呢啊？那另外谈到说，哇，这美国现在觉得，当然美国现在消息是有点混乱了。一方面说，大陆会打台湾不得了，打了台湾以后呢，晶片完蛋了以后，会回到了什么1930年代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危机，比上次金融危机的还加倍的危险等等。一方面又说，大陆已经清扫了1半以上的中上将了，清扫100-200个人了，所以他现在也是上面中空了，是短期内不可能打台湾。现在是有2个消息了。不过不管怎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台湾又穷又落后。我们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梦，台湾什么都没有，美国什么都有嘛。做梦突然梦到说中华民国强盛了，台湾强盛了，我们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到处都有。我是哭着醒来的，就真的想要自己国家强盛那种心是有多强烈。这太感动了。这曾几何时，居然我们的晶片，全世界都要靠我们。就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自己学工程的，以前从来没想过，从来没想过说台湾有一天说，居然我们的半导体在全世界能够直牛耳，然后只要台湾不行了，全世界都垮了。从某个角度看，我们应该蛮珍惜自己。但是我们干嘛双手奉上呢？没错啊，所以这点就是说，那这点也要讲实话，北京你北京就不能讲一句说，我绝对不会打台湾。我绝对不会，台湾只要不台独，我就不会打你。我绝对我也不会打你的台积电。讲一句话会死啊！不讲，美国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好，你看看，你危险了，都来，就凭空把台湾的这个宝贝都能搬走了嘛？有什么好呢？休息再回来。